这辆售价不到正版乐高1/10的标致乐芒超跑和正版相比，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呢？国产盗版厂这次再次刷新盗版速度记录，从乐高5月1号正式发售算起，只用了20天的时间，盗版就开始发货了。而且这款套装还包括了一些全新的零件，也就是说盗版厂也需要对这些新零件进行开模。那现在镜头中的其中一辆是正版，另一辆是盗版，虽然乍一看很像，不过大家能看出哪一辆是盗版吗？通过今天的评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盗版到底有多么的糟糕，以及为什么要购买正版乐高。那先从包装看起，包裹收到的时候呢，压的就已经比较严重了。打开来可以看到彩盒也受到了比较明显的挤压，虽然彩盒也是基本进行了复刻，不过可以看到，首先尺寸比正版要稍微小一些，材质就更不用说啦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盗版厂可能觉得乐高的这个主图视角选的不太好，所以重新换了主图。那大家觉得哪个视角更好呢？其他方面，包括左上角的标志 logo、乐芒 logo 以及整个背面的设计，那盗版厂也是全部进行了1:1的复刻。打开彩盒，可以看到所有的零件包一起被装在了一个塑料袋里面，一共是包括13个零件分包，5个大步骤。其中一个袋子里面装了一些补充零件，以及一张提示更换零件的小纸条。拼搭手册1本，长宽比乐高正版的要大一些，不过也要薄一点。经过对其中部分步骤的对比，可以看到在步骤图示方面也是完全对乐高进行了复刻，也就是把2页合并成了1页。在图示比例缩小的同时，顺带的也就做成了竖版手册。贴纸和乐高一样，也就是这样的2张，包括图案排版以及序号呢，也都是完全一样的。不过印刷精度以及严重的色差问题就显得比较山寨了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零件，在微距下可以看到，除了少量的几个零件以外，大部分零件没有发现明显的缩水、缺胶、披风毛边、胶口残留等基础外观问题。另外，大部分的后孔壁、弯孔壁的近焦点也都是做在销孔所在的侧面。那乐高在这款套装上使用的新零件，这款盗版的在微距下看起来似乎也还行。不过仍然还是发现有一个零件没有做表面处理工艺，在外观面上甚至可以直接看到模具加工过程中产生的 CNC 刀痕。那大号硬币阵虽然外观面看起来还可以，不过它的弹力比乐高正版的要大一些，达到了4至5公斤。接下来我们一边给大家看一下拼搭过程，一边给大家讲一下拼搭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。第144步，虽然套装中的小纸条提示把一枚插销部分为摩擦销的18651更换为插销部分为光滑销的65249，不过更换的这个零件在销孔里面同样非常的紧，所以用笔刀把18651的摩擦筋削掉反而会更顺滑一些。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，会导致转向联动时阻力显著增加。由于拼搭手册完全1:1复刻了乐高正版，所以拼搭中的主要问题就是零件手感不能和乐高正版相比，同时少量零件存在手感偏紧的问题。那关于这款42156的深度评测、结构原理等方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做的正版的深度评测，本期就不再讲了。另外，在拼搭过程中也遇到了缺件的问题，少了一根荧光灯管，那这里我们也是自己做了一根。最后完成拼搭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成品。在外观方面，首先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贴纸的色差问题。可以看到乐高的贴纸和零件本身基本是没有什么色差的，不过这款盗版的呢，贴纸颜色相比零件来说要深了很多。另外部分零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色差问题，还有之前提到的没有做表面工艺的那个零件，在车尾外观面上也是直接可以看到的。那这款标致 9X8 出彩的荧光前大灯，我们这里也是用摄影灯照射了一会儿，关灯以后对比下来也可以看到乐高正版的要稍微亮一些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功能测试的情况，首先前后推行、发动机联动，这2个功能没有问题。转向与方向盘联动，转向齿轮旋钮联动，功能测试正常。不过虽然我们对其中2个零件做了把阻尼削掉的操作，但是转起来的阻力还是比较大的。悬架方面，得益于乐高的经典设计，这个功能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不过回弹力度相比正版要大一些。其他功能，前盖开合、引擎盖开合、车门开合，这些功能相比正版没有明显的区别，所以综合来看，简陋的包装、色差较大的贴纸、部分零件偏紧的手感、表面残留模具刀痕的外观零件等等这些问题，就是这款盗版乐高标致 9X8 的大概情况。那本期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